他入府这3年，从未像现在这样让我迷恋，就好像之前的他，并不是他一样。楚晴，早晚让你死在我手里！嫡姐，从我踏进侯府的那一刻起，你的人生便再无生机可言了。不要以为我要让你弄死，你就有资格爬在我头上！楚花，你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你蹂躏的楚晴吗？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替你姐姐争宠受孕，你到底去还是不去？姨母，求求您饶了我吧！看在我娘是您亲姐的份上，请您放过我吧！万一我做替身的事被侯爷发现，不止我会死，咱们全家也都会受牵连的。咱们全家，谁和你是一家？你娘不过是趁我爹喝醉偷偷爬床的贱货，要不是我娘心善，念在你娘难产而亡的份上，不然怎么会留你们2个贱种活到现在？楚晴，要不是查出你姐姐不孕，你这张皮又与你姐姐长得9分像，否则这种泼天的好事怎么可能轮到你？娘，要是把这个贱人强行拉去，我也担心日后。放心，娘一定帮你坐稳侯夫人这个位置。这侯府的继承人一定是你肚子里生的。弟弟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到底去还是不去？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把你弟卖到南风馆。还是娘有远见，他弟那个皮相，确实做个小官，赚的银子肯定更多。不要姨母，我去。可是侯爷毕竟是姐姐的丈夫，对姐姐非常熟悉，我该怎么做才能瞒住侯爷怀孕呢？我自有办法，用不着你操心，你听话就行。楚晴，只要你听话，顺利的生下孩子，我就放了你和你弟，还给你100两黄金，让你和你弟远走高飞，如何？真的吗？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。等你这个贱人生下孩子，我亲手送你们姐弟上路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洗干净，然后送到马车上。是。你们姑且笑我，你们杀我娘，让我们姐弟分离的仇，我一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夫人，侯爷刚派人来说，同意今晚去你房里。知道了。怎么是你？滚开！来，把他送我房间去。是。这个小贱人，在家搓磨这么多年，皮肤和身材竟然都比我好。哼！姐姐，我能不能再穿一件衣服？我是让你来伺候我男人的，不是让你来选美的。穿这么多做什么？是。孙嬷嬷，给他点个痣。是，夫人。小贱人，听好了，如果你让我知道你敢勾引我男人，宫里有的是折磨人不留痕迹的法子传出来，我都能让你挨个体会个够。姐姐，我不敢的。那最好不过。我打死你！
爷宁可抢劫你这个贱人，也不进我的房。娘，姨母，求求你别打了，求求你别打了。是娘，血夫人，血娘，走走，和我无关，不是我干的。娘，你醒醒啊！娘，我爹要让害你的人血债血偿，请你等我长大。一会儿侯爷回来，你给我老实点儿。要是出了差错，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是，我知道了。侯爷，您回来了。侯爷您回来了，夫人已经等您很久了。侯爷，您怎么才回来？奴家好想你。你和本侯说你给本侯准备礼物了，东西呢？礼物不就在这儿？待拆。你收着点儿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搞东西，滚出去！是，奴婢这就滚，这就滚。让我来。今日为何这么主动？想你了，自然情难自抑。楚晴，早晚让你死在我手里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我去沐浴，晚上来接你去参加剧中的庆功宴。时辰还早，你再睡会儿。还没吃饱，晚上回来再给你。侯爷。贱货！侯爷从来不肯带我去宴会，甚至连让我参加宫宴都拒绝。为什么和你睡了一觉，他竟然同意带你个狐媚货去他最重视的军宴？侯爷晚上带的不是姐姐吗？你敢顶嘴！你个贱人！你刚才是被压伤瘾了吗？竟然还想再勾引侯爷！姐姐，我没有，是侯爷他刚碰我，又有了反应，我以为他还需要，所以……平时要我一次都很难，他昨天竟然要了你5次，还能有什么反应？我看就是你这个贱货犯贱，我掐死你！姐姐，我没有，我不敢的。如果我死了，我的肚子就用不了了。趁着侯爷还在洗澡，你赶紧给我滚！可是万一侯爷出来还想要的话，你的任务是下蛋，不是睡觉享受。你最好记住你的身份，你只是我们楚家的狗，你有什么权利质疑主人的决定？赶紧给我滚！侯爷，夫人呢？侯爷，夫人还在里面呢。姐姐，侯爷就在门外，你确定就要让我现在滚吗？我现在要是离开的话，恐怕会穿帮吧。柜子，你给我滚去柜子里面！走，进去，你给我进去！花儿，你怎么了？侯爷，你洗好了呀？怎么了？衣柜藏人呢？
怎么会呢？只是正准备找父亲托我带给您的玉佩，你一进来给打断了而已。成色不错，不过本侯更喜欢你这块玉。本侯怎么记得打断的不止这一件事呢？不要，侯爷，下人都还看着呢。怎么？昨晚不是还很会？侯爷，切身痒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？扫兴。赤鱼，晚上你来接夫人。是，侯爷。小贱人，我到底哪比不上你？凭什么侯爷又对我冷脸？姐姐刚刚应该回应侯爷的，侯爷喜欢放得开的。你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你蹂躏的楚晴吗？你敢反抗？我……姐姐，我这是在帮你啊！我的脸再打，就该留下痕迹了。如果万一晚上姐姐需要我替你去宴席的话，那可就穿帮了。今晚你确实是要去宴席，但是作为我的婢女陪我去。我要让你看到我夫君是怎么疼我的。是。孙嬷嬷，给他画一个最丑的妆。是，夫人。姐姐慢走。夫人，到了。夫人，侯爷在里面等您，属下任务完成，就先行告退了。姐姐，贱人，怎么这么慢？又勾搭哪个野男人去了？姐姐，我不敢的，实在是侯府到军营距离太远了，我已经尽力跑了。让你跑跑，是因为里面全是男人，怕你体力太好，忍不住犯贱。一会儿进去，老实跟着我，别动什么歪心思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是，我记住了。来，干杯。侯爷，您看，小女倩倩已到及笄之年，她满心都只有您，我也只能提着老脸来求你，要不您把她纳了吧？哈哈。肯让嫡女做小，恐怕是怕本侯将你庐阳一战延误军需的事告诉陛下吧。侯爷开恩呀！看在下官想将功补过的份上，请侯爷高抬贵手。本侯倒想要看看，怎么个将功补过之法。小女自幼养在深闺，温润知礼，最重要的是，经太医看过，是易孕体质，定能帮侯府延绵子嗣，告慰老侯爷在天之灵。你是懂送礼的，如此这样，那便多谢了。回府让下人安排个院子给侧夫人。是，侯爷。至于这个，多谢侯爷，多谢侯爷，下官替你。哇，这是谁啊？生得如此漂亮。是啊，好美啊！这是哪位大人的内眷？哎，你看，这就是夫人吧？这么漂亮。难怪侯爷特命我携夫人前来赴宴，原来是炫耀自己的夫人啊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夫人楚画。哇，侯爷和夫人真是郎才女貌啊！哦，原来这位就是侯夫人呀，幸会幸会。以后小女入住府中，还望侯夫人多多照顾。哈哈哈。是，
本侯已因与王大人的嫡女，明日入府，做本王的侧夫人。夫人，这事就交你来安排。一个小贱人还不够，竟然又要再来一个。行，一个两个我一起收拾。是，妾身回去便安排。哈，不愧是侯夫人，亲兄非常人能比。今日听闻夫人要来，正巧下官准备了一份见面礼，送给夫人，呈上来。哇，画得栩栩如生的。下官今日从楚国寻得一幅古画，但是下官不懂画，可早就听闻夫人宁都才女的名头，特地把此画送与夫人，也斗胆请夫人品鉴此画。啊，妾身，请夫人成全了下官们的求知欲啊，不要推脱啊！这画本就冷门难辨，我定要让你当众出丑，好让侯爷休了你一个不下蛋的女儿，休想霸占侯夫人之位。侯夫人只能是我们王家的。世人不知，楚画从小不学无术，那才女之名都是我帮她挣出来的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侯爷，妾身。夫人，去吧，本侯也想看看夫人的才识。夫人，可看出是哪位大师所作呀？大人莫催，妾身还在品鉴。这侯夫人是不是不会鉴赏啊？站在那儿半天了，还没有开始。我看她鉴画的方式都不太对。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才女的名号是假的？哎呦，坏了，侯爷，莫不是夫人不懂得鉴别？这不是让夫人当众出丑，打了侯爷您的脸吗？哎，下官真是不知啊。花儿，怎么还不开始？侯爷，妾身这就开始。丑奴，你给我拿支笔来。是。小贱人，你要是不帮我，让我今日出了丑，我回去以后定把你弟弟打残送去当小官。对不起各位，我家夫人不让我说，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了。我家夫人今天眼睛受伤了，暂时看不清画中细节，所以没办法品鉴这古画了。李思成，对不起王大人，谢谢你特意寻得李思成大师的画赠予我，待我眼疾好转，定会好好品鉴一番。李思成大家的画，离现在得有100多年了。夫人小小年纪竟然识得，不愧是才女啊！是啊，而且夫人生病了还这么礼仪周到，不愧是侯爷看中的女人。好端端的，夫人眼睛怎么看不清了？可有找府医看过？我还不是侯爷昨夜折腾的太凶了，夫人一时体力不支才会这样。府医看过了，说过2天就会自行好转。那便好，怪我纵欲了。夫人，你好好休息，下次为夫注意。侯爷，不合规矩。不去。既然夫人眼睛不适，那就早点回府休息吧。来人，送夫人回府。是，侯爷。侯爷，妾身还不困，妾身。夫人，请吧。贱人，非要编出我眼前的病，你换个理由，侯爷都不至于赶我走。姐姐，侯爷让你回府，是因为你当众驳了他的面子，和我无关啊。什么意思？侯爷搂你的时候，你应该亲上去的。我之前说过，我也喜欢放得开的。对，脸部
不能打，但你害我失宠，这个气你必须得承。不就是不能留痕迹吗？孙嬷嬷，是，把这个贱人给我带暗室去，好好让他长个教训。姐姐，是夫人。小贱人，你明知道王默要送个骚货给侯爷，你还敢害我失宠？我要是钟馗没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孙嬷嬷，往死里打！是夫人。别打了！从小你就是我养的狗，我让你跪着，你就不能站着；我让你怎么叫，你就得怎么叫。怎么，放养了几天，敢冲主人呲牙了？接着打！是夫人。你只是替身，本就是个见不得光的玩意，我有的是法子让你痛不欲生。不要以为我要用你肚子，你就有资格爬到我头上。姐姐，我从来都不敢这么想的，求姐姐饶了我吧！再打，恐怕我的肚子就不能为姐姐分忧了。住手！小贱人，你敢威胁我？姐姐，我知道我是你的替身，你能用我的肚子就已经是抬举我了，我怎么敢威胁你呢？姐姐明知侯爷马上要开新的测试了，这时候是姐姐最需要我的时候，不是吗？什么意思？侯爷身边女人那么多，但都没有人能为侯爷生下一儿半女，而我已成宠，离怀孕不远了。可这个时候姐姐为难我，那白得便宜的就是那新侧室王倩倩。用你说，我自己不知道吗？姐姐今日罚我，无非就是担心失宠，不如让我去替姐姐道歉，把侯爷哄回来。你真有办法？我愿意尝试，就算是侯爷要打要罚，我都会替姐姐承受。姐姐只需在这里静候便可。孙嬷嬷，送他出去。如果他计划失败，他和他弟弟一个不留。是夫人。我一定不会失败的。听说今日的歌舞都是王大人特意请的楚国最棒的班子，今日见到这舞姬，果然堪为天人呐！这舞姬好生聪明，穿着红衣跳破阵舞，这双喜的好寓意，这是想让侯爷重赏啊！哼，小贱人，你这招最好有用，否则我让你和这个舞姬一个下场。是你。现在肉色天姿国色，你与心热，我已稍作一团火，一团火，解脱，解脱。站住！我
侯爷恕罪。本侯还未说什么，你倒先委屈上了。妾身自知昨日举止惹怒了侯爷，每当想起侯爷可能会因此厌弃妾身，妾身就痛苦不已。妾身求侯爷责罚。你明知本侯今日大婚，你先以武祈福，后以色勾引，你就不怕明日王家找你麻烦？我只怕失去宁郎。你叫我什么？宁郎，教妾身破阵舞的师傅说，坊间都是这么称呼自家郎君的。如果侯爷要是不喜欢的话，妾身就不叫了。小妖精，你叫什么？本侯都爱听。告诉王姨娘，今日早些休息，本侯今日有急事要办。是。爷，该去教场了。知道你累，多睡会儿吧。更衣的事情，我一会儿叫下人处理。贱人，你敢还手！妹妹已经把侯爷哄好，恩宠也给姐姐夺回来了，姐姐为何又要责罚妹妹？为何你得恩宠就一定要上床吗？还强词夺理！我看你就是狐媚贱妇，在勾搭侯爷！姐姐，妹妹只是帮姐姐生孩子的工具，其他的事情妹妹不敢想，求姐姐饶了我吧。念在你还算有点用的份上，孙嬷嬷，把她送到后院刷嘛。什么时候身上骚劲用光了，什么时候再带回来？是。小贱人，夫人特地交代，把全府的马都拿来让你洗。什么时候洗完，干完活，什么时候才能吃饭？在此之前，你休想踏出这里一步！哼！马儿，希望我大仇得报，你能带我走，我给你想要的自由。夫人，侯爷今晚过来。真的？太好了！赶紧给我把新做的衣服拿过来，吩咐小厨房做些侯爷爱吃的菜。我今晚要好好服侍我家侯爷。是，夫人，您看这几套头面行吗？王姨娘还没通传，您不能进去。哼，新婚夜连男人都留不住，还敢来我这儿放肆！孙嬷嬷，赶出去！是。出关！你个贱人！昨日是我大喜之日，你竟敢直接勾引走侯爷！如此羞辱，我打死你！你不过是个妾室，
敢打我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你不过是暂时比我位分高，有什么可嚣张的？我父亲乃是户部尚书，你爹不过是个兵部侍郎，我爹想捏死你爹，轻而易举。知道怕了？你要是给我跪下，现在给我道歉，我可以考虑不告诉我爹。你可真是够蠢的！蠢货！你打我还骂我！这一巴掌是打你尊卑不分。这是侯府，在后院，我是主，你是奴。这一巴掌是灭灭你占丈母娘跋扈的气焰。这是侯府，以我为尊。哼！看在你是心腹的份上，今儿就当给你个教训。你若再敢对本主母不敬，或者背地里耍些不入流的手段，我保证让你守一辈子空房。就凭你？对，就凭我，连你洞房夜都能抢来主君，这份恩宠你斗不过。我罚了，赶紧滚吧。走着瞧。夫人，要不要找人教训教训他？不用，他母家我确实惹不起。今日已是极限，必须得紧紧握住侯爷的恩宠才行。你去把我那件纱衣拿来。是，夫人。什么声音？估计是哪个不长眼的下人不小心打碎了木桶。现在是亥时，这侯府中的下人都已经不做工了，怎么这芳菲院的马寺会有这么大的水声？侯爷，侯爷，夫人还在房间等您呢。这么晚了不回房间休息，却在此处刷马。侯爷，妾身，你先放开妾身。这匹乌云踏雪是侯爷早年间送我的坐骑。侯爷公务繁忙，妾身不想打扰侯爷，只能睹物思君了。看来昨夜为父让夫人很满意，夫人才会如此思念为父。侯爷，这手怎么弄的？侯爷，妾身。这么大的侯府，居然敢有人伤害夫人，到底是谁？说，是谁干的？妾身本想再学一支舞跳给侯爷，可是不小心打碎了花盆，被碎片划到了。那还是本侯的责任。夫君，疼。这娇滴滴的样子，让为父如何是好？走，带你回卧房。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侯爷抱着楚晴那个小贱人往卧房来了。什么？怎么办？除了那个衣柜，这屋里也没什么可以躲的地方呀。床底，床底，夫人躲床底吧。床底空间大，夫人不会憋闷。哎呀！都滚开！给本侯把最好的山药给我拿进来。
看什么？滚出去！本侯昨夜又未忍住，让你受苦了。多睡会儿，本侯晚点再来看你。抬起来！夫人，夫人受苦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打水给夫人洗漱一下。是。贱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我也不至于在地上趴一晚上。今天侯爷走了，你还敢赖在床上？你还说不是犯贱？我打死你！姐姐，侯爷昨天已经看到我受伤了，这些日子只能我来替姐姐伺候侯爷。姐姐别再打我的脸了。哎呀，夫人您坐。夫人，这贱人说的是，您千金之躯，总不能自戕。若是想出气呀，待奴婢帮你洗漱完，奴婢保管让你满意。夫人，池约来了。什么？怎么办？我这脸……夫人，属下可以进来吗？不行不行，夫人还在换衣服，你有事直接说就行。是。侯爷派我给您送来一套头面和新的衣服。侯爷说，傍晚要亲自接您去泡温泉，让您提前准备一下。泡温泉？我知道了，孙嬷嬷，送送池鱼。是。夫人，上等白玉，属姐，你个贱人！这还不叫勾引侯爷？我嫁给侯爷这么多年，侯爷从来没有赏赐过我这么贵重的礼物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想趁机上位？姐姐，妹妹从不敢有任何逾矩的想法。若姐姐不信，您大可今晚自己去侍奉侯爷。你明知道我没有。昨天侯爷赏的伤药，今日只剩一个小划痕了。我可以为姐姐画出一个伤痕，定不会被侯爷发现的。你会这么好心？自是求姐姐免去对我的责罚，饶我一命。哼，这会儿知道怕了。行，一会儿画好，你就蒙上命和我一起去，守好奴才的本分。若有任何越界，哼，我扒了你的皮！是，姐姐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就算我们有一样的记号，那些看不到的痕迹，早已被侯爷记住。侯爷，东西送过去了。回侯爷的话，送过去了。侯爷，您之前从未给任何女子上过药，您最近对夫人越来越好了。是啊，她入府这3年，从未像现在这样让我迷恋，就好像之前的她，并不是她一样。之前不是夫人，那又是谁啊？侯爷都要给属下绕晕了。你这个蠢鱼，哪来那么多话？快圆梦！侯爷再敲属下的头，属下就更傻了。夫人，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？姐姐打扮成这样，想必是要赴侯爷的约吧？王姨娘，主母去哪里做什么，跟你个小妾有什么关系？我问你主子呢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王姨娘，这就是你派人通传所说的求和？要不是现在侯爷看都不看我，我怎么会来你这儿受这般羞辱？
是妹妹错了。那日呀，是妹妹僭越了。求姐姐呀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妹妹啊！妹妹听闻姐姐要同侯爷一起夜游，所以啊，亲手做的桂花糕，姐姐晚上带着和王爷一起路上吃。怎么，不是给我赔罪的吗？我不能吃？不是，妹妹是觉得呀，姐姐不若等和侯爷在一起的时候一起吃。我花了重金，好不容易吃到了侯爷喜桂花，这要是都让他吃了，我还怎么绑住侯爷的胃啊？哎，王姨娘不是献殷勤，这点心不会有毒吧？桂花是侯爷最喜之物，他这是想借我手讨好侯爷。这味道尚可，突然想起今晚我又要承侯爷的恩宠，心情大好。孙嬷嬷，这点心就赏给大家吃了吧。是。楚花，你妹妹不是求和吗？怎么见我收下心意，你又不愿我？还是说你这求和之物是别有用心呀？哼，当然不是了。姐姐要是喜欢，再好不过了。妹妹祝姐姐吃好，妹妹改日再给姐姐做，就先不打扰了。哼。不要脸的东西！等我成宠之后，我定把你狠狠踩在脚下。侯阳，侯阳，夫人，怎么了，夫人？孙嬷嬷，我的脸怎么这么痒？你既然这么喜欢争宠，那我就帮你搭好戏台。天哪，夫人，你的脸怎么？夫人，您看。怎么会这样？眼看就要卯时了，我这样还怎么见侯爷？我还指望今晚抓住他的心呢。天哪，姐姐，你现在这样子，化妆也遮不住啊，晚上可怎么办啊？贱人，休要看热闹！姐姐，我哪敢啊！我知道姐姐生气，姐姐想拿我泄愤都没关系，可是今晚。姐姐还要和侯爷去泡温泉，还是先想想该怎么办。为什么你们吃了点心却都没事？他果然是针对我下的毒，贱人，让我只能咽下这个哑巴亏。不行，今晚你替我去，绝对不能便宜了这个贱人。是。等等，今晚我陪你一起去，我得看着你。省得你再胡乱犯贱。是，一切全听姐姐安排。贱人，你和你那狐狸精的娘一样，竟会一些勾栏下作手段。哼，你笑什么？放肆！你敢动我！我娘不是狐狸精，若不是你爹非要强抢她，我娘怎么会受辱作响，又怎么会饮恨而终？若不是你娘擅动，我娘又怎么会死？贱人，你想杀了我们？你忘了你弟弟还在我手里吗？不是我和我娘，你们姐弟俩能活到现在。但我还得感谢姐姐和你我的养育之恩，我娘教我知恩图报，那我得尽快怀上孩子，报答姐姐，帮姐姐坐稳这侯夫人之位。你知道就好，既然知道，就好好的伺候侯爷，别再想不该想的。是。松手！姐姐不是要看着我吗？你去外面，
哪有在这儿看得清楚？这哪有藏身之所？喏，你疯了吗？你想淹死我？松手！姐姐会是不会有危险的，妹妹也想以此表忠心，还望姐姐成全。贱人，松手！嘘，姐姐，你听，侯爷来了。你现在要是出去的话，恐怕会穿帮吧？还望姐姐成全。侯爷，你让人家好等。身体这么热，夫人，等着急了吧？汤池水深，侯爷慢点。汤池深浅，本侯自是知晓，只是这夫人的深浅，本侯想一探究竟。什么声音？自是水声。那为夫倒想听听，是什么水声？这声音还是不太对呀。夫人，莫不是你在水下藏了些什么？水下的惊喜，你刚才差点就探到了，不是吗？小妖精！哎呀！妾身腿抽筋了。腿抽筋，还可以抬这么高？水凉了，妾身冷，离您近点儿，汲取温度。侯爷，我们回房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宋嬷嬷，我总觉得那个小贱人没有那么好控制。可是他弟弟还捏在咱们手里，他能翻出什么烂花？今天他看我的眼神，绝对不像表面那么乖。我担心万一养虎为患的话。可是夫人无法怀孕，没有子嗣，在这侯府终究是立不住脚啊。夫人不必担忧，这是狗不乖，敲打敲打就是了。这事儿交给奴婢去吧，奴婢保管让夫人高枕无忧。好，也是该让他长长记性。本侯竟不知道夫人会打玉佩节。宁郎宠爱我这么久，从未嫌弃过我笨手笨脚，现在我终于学会了，想回报一下宁郎这份情。想回报我，光这么做可不够。不知这样，宁郎可满意？小贱鬼，东西拿过来。这2天府里举办百花宴，我看夫人平时穿着素净，我特意命令工匠订了个镯子。果然合适。谢谢侯爷，妾身很喜欢。侯爷，该去上朝了。那本侯就先走了，晚点再来看你。姐姐，小贱人，昨天敢对我张牙舞爪，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姐姐，看在我照您吩咐，把侯爷服侍得很满意，他得了赏赐的份上，求姐姐饶了我吧。
贱人！你以为你得了赏赐，我就能原谅你不敬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我养的狗，你们一家都是！我想让你们生，你们就能生；我想让你们死，你们就活不过3更。今儿让你好好长长记性，把东西带上来。是。这个东西你认得吗？这是我送心儿的长命锁，你把它怎么了？没怎么。狗不乖，自然得训训狗。听说你弟弟在府内受罚的时候，一直在为你求情，你们可真是姐弟情深啊！想明白自己的身份了吗？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知错了，都是我一时冲动才撞着了姐姐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姐姐，求你放过我弟弟吧！放过？凭什么？你让我在温泉憋了1个时辰，你弟弟就被烙了10个疤。你是他姐姐，自然更应承受再多些。那就赏你100针吧，孙嬷嬷。是。夫人，该服药了。怎么，你也想去啊？奴婢不敢，求夫人饶命！管好自己眼睛，滚！是。孙嬷嬷，一会儿罚完，把他丢到密室去。反正他月薪快到了，暂时也没什么用。是，夫人。弟弟，姐姐一定会去救你的。他一直打扮得跟着花孔雀似的吗？瞧他那炫耀劲儿，哪有一品夫人的样子？要不是我朝重武轻文，凭他怎么配嫁给侯爷？听闻他肚子不中用，笼络男人却是很有手段。先前我还不信，不过看他如青楼娼妓一般的仪态，我倒是信了几分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楚欢，你疯了！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？你的朋友无非就是些臭鱼烂虾，他是谁与我何干？我不想脏了我耳朵。贱人，你敢骂我，我杀了你！这是侯府，轮不到你这种货色在这耀武扬威。来人啊，王姨娘顶撞主母，编50。他所邀请的宾客一概丢出侯府，永不得入。你凭什么打我？凭你们刚才言语顶撞了我，凭我是侯府的女主人，更凭我独握恩宠。夫人，好大的官威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吵吵嚷嚷的。臣拜见郡主。这个贱人怎么会认识郡主？这下完了！哟，侯爷，别来无恙啊！你夫人不仅辱骂了本郡主，甚至还打了本郡主。你说这事儿该如何处理呀？郡主殿下，是臣妇有眼不识泰山，冲撞了郡主，求郡主大人有大量，别和臣妇一般见识。侯爷，今日郡主就长妾身的脸面来赴宴，没想到夫人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了郡主一巴掌，妾身拦都拦不住。姐姐，你做事也太莽撞了些，不能因为一句玩笑话就对郡主大不敬啊！贱人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侯爷，民女也可作证，郡主今日是受到了大委屈，希望侯爷能还郡主一个公道。而且这事如果闹到了王爷跟前，可就不好收拾了。你个区区侍郎之女，还想教侯爷做事？
我早就听说你和王倩倩是手帕交，你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扳倒我，好替她争宠吧？闭嘴！来人，夫人顶撞郡主，罚跪祠堂3日，双飞跃禁足不得出。侯爷，夫人辛苦了，快起来吧！呀，姐姐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腿都在抖啊？之前被侯爷宠爱的时候，也是腿软到不行。哦，忘了，妹妹还没体验过呢。谁说我没体验过？你说什么？姐姐恐怕还不知道吧？这几日啊，侯爷对我宠爱的不行呢，是日宿在我竹柳阁呢。哦，忘了，侯爷还让我代管钟馗呢。估计过不了几日就去找姐姐拿钥匙了。你个贱人！夫人！哎呀，姐姐这市井泼妇的做派，估计让侯爷看到又要责罚了。既然现在我掌家，主子不懂事，定是下人伺候的不周到。碧莲，给我打，让这个狗长教训。是，我看谁敢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给我住手！今儿打我的下人，你就不怕我告到侯爷那儿吗？我还怕姐姐不去说呢。姐姐恐怕不知道吧？我不只和孟冉曦是手帕交，我和郡主也是。你说你上次的事，若我让郡主告知王爷，你觉得你爹会怎么样？你怎么停下了？继续打。是。停了吧。下次要是再有刁奴教唆姐姐，我不介意再帮帮姐姐。啊，天色已晚，姐姐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我忘了，姐姐这次啊，能一个人好好休息了。夫人，夫人，隔壁院子那个贱人有喜了。你说什么？夫人，过去大半个月了，侯爷也没有再来咱们院子的意思。再这样下去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把楚清给我带过来。是，夫人。姐姐，你换我。关了这么久，知错了吗？楚清知错。本来还想再关你个10天半个月的，不过看在同宗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你想办法帮我复仇，我就饶了你。姐姐被禁足不得出，见不到侯爷，妹妹也无能为力啊。这样啊，孙嬷嬷。是。既然我不能复仇，你自然也怀不了孕。那我留你们姐弟也没用了，还不如趁他年轻，还能在南风馆卖几两银子。不要，姐姐，不要啊！别动他，求求你了，别动他！现在有办法了吗？火盆，你说什么？我只需要5个火盆。去准备给他。是，夫人。哎，等等，你晚上盯着他，若他失败了，第一时间弄死他。遵命，夫人。你个小贱人，你以为你搔首弄姿几下，侯爷就会循着你的影子来吗？是又如何？我劝你话别说得太满。我告诉你，用烙铁烙腿的法子，还是我告诉夫人的。听说当时你弟弟都已经疼到失禁了。我告诉你这些，就是为了让你知道，如果你今天失败了，哼，我这些折磨人的法子就会全数用在你们姐弟身上，保管叫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我
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到了吗？爷，今晚还是留宿竹柳阁吗？那边在做什么？看院墙的投影是在跳舞，属下这就去看看。跳舞？也有半个多月没见过他了。夫人，他就这么扭几下，真的能把侯爷引来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只能死马当。竟然真的给勾引来了，这个红妹子还真有手段。火起祭乾坤，火燃岁魑魅，火舞现苍天，永佑百战节。一支舞换百战节，饕餮都没你贪心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还不是因为被您吓到的。本侯有这么可怕吗？侯爷前几日雷霆之怒，进了妾身的族，妾身到现在还心有余悸。你是在怪本侯？若是说怪，妾身怪自己无能莽撞，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；也怪侯爷让妾身思念，孤枕难眠。今晚能不能不要再让妾身思君？君不见。夫人，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子？不走了，今晚我是你的。要抢走属于我的男人，我很丑。但是夫人，照这么看，您解除禁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等明天侯爷一走，老奴定替夫人出了这口恶气。宁儿，不要走，我怕又要好久才能见到你。再陪我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好吗？他为何不回应我？难道他还不想原谅我？不行，我不能输。侯爷，该去军营了。看来是本侯罚你罚得太重了，你才这般害怕。别怕，本侯不再罚你。要拉楚华下水，光让侯爷心软还不够，我还需要更多。谁干的？侯爷，妾身。来人，芳菲院的下人都给我带进来。你不是说侯爷对他爱不释手吗？看侯爷这样子，恨不得把咱们千刀万剐了。这小贱人定是惹恼了侯爷，看来之前对他的惩罚还不够，这一次我一定会让他终身难忘。哼！你们这帮狗奴才是怎么照顾夫人的？说，夫人的伤是谁干的？都不承认是吧？很好，来人，给我挨个用刑，我就不信没人招。侯爷饶命！侯爷冤枉啊！侯爷饶命啊！侯爷冤枉啊！好大的胆子，来见本侯居然敢戴面纱！来人，先查他，把他的面纱给我摘下来。不能让侯爷发现，否则就全完了。侯爷，侯爷，老奴想起来了，夫人的伤是夫人自己擦伤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夫人受伤的时候，
在场。若说在，看侯爷这架势，估计要治我疏忽职守之罪。老奴不在。不在？那你为何会知道夫人的伤是擦伤？哼！大胆奴婢，竟敢戏耍本侯！老奴不敢，老奴真的不在。不在？你倒是给本侯解释解释，你怎么会如此笃定？夫人的伤不是烫伤，是擦伤。烫伤？侯爷，是老奴一时口误，是烫伤。昨个儿夫人准备火舞的时候，自己不小心烫到了，老奴还没来得及处理，您就来了。哼，狗奴才，准备火盆的事情还要夫人亲力亲为，你想亲服？老奴，侯爷，孙嬷嬷虽有不对，但毕竟这次妾身被禁足，惹娘亲大怒，娘亲这才让嬷嬷平日里多多规训妾身。是妾身笨手笨脚，什么都做不好。规训？我的人还轮不到他人染指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规训？我规训你什么了呀？本侯还在这里，你就敢如此规训夫人？本侯若是不在，你还不知道怎么骑到夫人头上为所欲为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奴杖毙！是。侯爷饶命！侯爷饶命啊！夫人救我呀！不对，我根本没有见他有任何伤害，是他故意烫伤的。他这么做，难道是为了复仇？夫人，你要小心呀！侯爷，孙嬷嬷毕竟是母亲派来的，这……你不用担心，你母亲识人不清，险些害了你。本侯今日就告诫楚大人，好好规训下你母亲。本侯刚才就奇怪，夫人的屋里怎么会有个戴面纱的女人，神神秘秘。来人，把她的面纱给我摘下来。迟疑不可。侯爷，我这丫鬟前不久脸突生面疮，至今未愈，奇丑无比，还是谨慎些好。等她痊愈，我再带她去见您吧。原来如此，既然她已经是这样，夫人也不必让她来见本侯。我只对你有兴趣。好了，我要回军营了。你们把这里收拾干净，不要留下任何一丝血迹。夫人解除禁足，还是可以掌管我们的侯府。本侯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，敢骑在夫人的头上。谢谢侯爷。本侯晚点来看你。姐姐，处理完孙嬷嬷，下一个就是你了。姐姐，你还要跪到什么时候？腿不麻吗？贱人，你竟敢杀了孙嬷嬷！我立刻写信给我母亲，让她卖脸地铁，吸我心头这口气。姐姐别气，你想要的宠爱，姐姐、妹妹都做到了。只是可惜孙嬷嬷那边实在难以两全，还望姐姐恕罪。恕罪？做你的春秋大梦！你个贱人生的小杂种，敢动我的人，我必要你弟弟付出代价。姐姐，你平日里罚我骂我也就罢了，为什么每次都要辱骂我，连累我无辜的胞弟？怎么，你还敢动我？你不会真以为孙嬷嬷死了，我就拿你没办法？我哪敢动你啊！我动的只是会阻挡姐姐坐稳侯夫人位置的绊脚石。你什么意思？姐姐，孙嬷嬷终归人老脑子不中用，她擅自对我用刑，胡乱扎一通，害我月事生生延迟半个月。
这次更是让我自己点火，被火烫伤。他这么仗着你的信任惩罚我，就不怕我再难怀孕？而且，姐姐，若我真的留疤了，难道姐姐也要痛一次吗？他行事如此糊涂，早晚会害姐姐事情暴露。这种人，难道姐姐也要为他报复忠心耿耿的我吗？哼，倒也有几分道理。不过我告诉你，隔壁院子那贱人已经怀孕了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若你在她生产前还不能怀孕，我保证让你和你弟弟生不如死。姐姐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姐姐得偿所愿。姨娘，池鱼求见。快请进来。王姨娘安。快免礼，池鱼，你来找我，所为何事啊？拿上来吧。侯爷怕您怀胎辛苦，不忍您再为府中之事烦忧，便命属下拿来这些物件，一是可以供王姨娘赏玩打发时间，二来以后还是由夫人来掌管府中钟馗，您不必再为府中之事烦忧。你说什么？属下还要回军营向侯爷复命，就不烦扰王姨娘了。主子莫要羞恼，小心动了胎气。我怎么能不恼？那个贱人才归来几天啊，不过就是跳支舞，就让侯爷又解除禁足，又还钟馗的。那贱人粗鄙不堪，真不知道侯爷为什么会那么喜欢她。姨娘，听闻最近边关战事吃紧，而且侯爷是需要兵部那边的帮助，这才给足了内院的面子。您不用担心，您怀的可是侯爷目前唯一的子嗣。等战事结束，这后院还不早晚听您的调遣？哼，话虽这么说，但我不能就这么等着。碧莲，一会儿等侯爷回来的时候，你就说我肚子疼，想见他。我绝不允许那个贱人在我怀胎的时候钻了空子，我要紧紧把这份恩宠握在手。夫人，侯爷让奴婢给您传个话，王姨娘肚子疼，侯爷今晚留宿竹柳院就不过来了。什么？又留宿？那贱人肚子疼3天了，她怎么还没疼死？贱人，用孩子抢我的恩宠，简直就此理！夫人莫恼，那姨娘终究是个怀孕的，做不了什么。奴婢有一计，能帮姨娘将侯爷引回来。从入府你就一直跟在我身边，我竟不知你倒是个机灵鬼。你说说看。侯爷每日从军营回来，必然要换水沐浴，奴婢家世代行医，这是能缓解疲劳的皂豆，无需您多用力按摩，侯爷便可舒心解乏。而这皂豆的制作之法，奴婢交给夫人。那以后岂不是每日都能见到侯爷了？以后孙嬷嬷的位置就由你来代替吧。是。用力点。你怎么来了，花儿？侯爷不看，怎知是我？只有你才会这么笨拙的不知轻重。侯爷，你取笑人家。侯爷，您一会儿还去书房吗？侯爷一会儿就去。侯爷，妾身知道您肯定放不下公务，妾身再帮您按会儿，您就恢复精神，就有精力继续处理公务了。那本侯替本朝谢谢夫人了。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滚出去！听不懂吗？本侯叫你滚出去。是。
说了，怕你无聊总想着男人，所以让你把整个侯府的衣服都洗干净，好消磨你的精力。这是姨娘房中的，洗不干净，仔细你的皮子。姐姐，轻点。小贱人，你到底用了什么狐媚下作手段？为什么侯爷对我冷眼，又对你温柔？刚刚甚至把我赶了出来。不知姐姐对侯爷说了些什么？方才，侯爷在朝堂和军营早已处理好公务，疲惫不堪，难得放松，结果还被姐姐催着去办公，自然不开心。有些道理，你还说不是想上位，不然你怎么比我还了解侯爷？姐姐别误会，我揣测侯爷心思，只是为了能让他在床上尽兴，好能早日为姐姐诞下侯府继承人啊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既然侯爷生气了，定又要很久不理姐姐了，要不我去挽回一下。又犯贱，想勾引侯爷？哪有，我只是想帮姐姐啊。我和姐姐顶着一模一样的脸，把侯爷哄开心了，他更喜欢的自然是姐姐啊。行，去吧。侯爷，用膳吧。本侯现在没有胃口，放在这吧。这个沙盘不准确。这个月凤山这个位置，看似是一个山谷，若行军容易遇伏。再看这里，其实是有一个巨大石缝，能直穿出山的这边，即使谷内遇袭，也能让军队快速逃出，再对敌人出其不意。果然是你，作为内眷议论军事，你胆子不小。若妾身刚所说解决了侯爷心中疑虑，能让侯爷安心去吃晚饭，妾身甘愿受罚。不愧是楚国第一大才女，论兵法地理竟然都有研究。侯爷于此道早已登峰造极，妾身又倾慕侯爷，为了能离侯爷更近一点，自然要刻苦些。夫人，我怎么觉得白天的你和晚上的你不一样？怎么不一样？一个端得令我恶心，一个温婉热情，让我沉醉其中。侯爷，没什么，放那儿吧，我自己吃。可是，妾身想要。老夫人，这是侯爷前段时间圣召回朝，陛下给的恩赐，里面有您喜欢的物件，侯爷让我给您送过来。我听你方才说，这次圣召还有花儿的功劳，而且花儿竟然还让生儿作息规律了。是。真是个福星啊！告诉生儿，日后我寿宴，务必将这丫头带过来，让我瞧瞧。是。老夫人，听闻最近几个月，夫人的行为越来越放肆，甚至做舞姬、跳舞给侯爷，这哪里有一点当家做主母的样子？董嬷嬷，我记得那王姨娘是你母亲表哥的女儿，你是为了替那丫头争名分，怎么叫别人开口？况且生儿现在已成家自立门户，他们小辈的事儿，你们俩少掺和。是老夫人。就算是楚华再好，不照样是个不下蛋的鸡？
等老夫人寿宴，我定要让她给我执令让位，但我不便出面，让王嬷嬷替我办理此事吧。侯爷，老夫人向来不喜欢我，历年来从不同意我登门，怎么这次会让我来寿宴呢？在讲别人说你之前，先想想自己有没有做好。这3年来是否礼数不周，或尽孝不当？我哪有？怎么这时看他又有这么强烈的厌恶感？我先看下老夫人准备好了没有，你自己先逛逛。哎，我……这真的有用吗？放心吧，这事儿董嬷嬷已经交代好了，不会有差错。你只要把这个东西撒在那贱人身上，一时半会儿他一定说不出一句话来。这事儿要是成了，表哥定能升上一升。放心吧，这次姨母一定让你做成侯夫人。你在看什么？这院子如此气派，一时间看痴了。哼，没见过世面的东西。也是，这种场合若是没有我，你和你娘这种贱人，这辈子都没缘见到。是，谢嫡姐带我见世面。你就笑我，这回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出来。见过夫人。这种场合，你这种贱人怎么能来？你好歹是大家闺秀，怎么嘴里说出的话如此粗俗？我好歹也是名门世家，更是侯府怀了唯一子嗣的功臣，自然是老夫人特许我来的。贱人，敢在我面前炫耀！你个不下蛋的母鸡，竟敢打我！来呀，打呀，朝这里打！如果我的孩子有什么3长2短，就算把你楚家平了，也难消侯爷心头之恨。夫人别打了，王姨娘毕竟怀了侯爷的孩子，万一出了事儿……告诉你，小贱人，我可是正妻，将来只要我想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得叫我一声母亲，在我窝里养着。还有，凭我现在被侯爷独宠着，你觉得你肚子里的孩子有继承之人？嫡叔有别的意思，你好好想想吧。贱人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怎么，你还敢动我？你说的没错，嫡庶有别，只有你死了，我的孩子才能成为嫡子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要杀了我？你疯了吗？主母，我错了，你别杀我！夫人，快救援！快来人啊！打死你！快来救援！救援落水了！侯爷，奴婢会水，奴婢去救夫人。姨娘有约，耽误不得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救人啊！他怎么给我感觉如此熟悉？我怎么不能说话了？想必嫡姐也发现了，你失声了。是你？嫡姐别用这眼神看着我，给你下药的可不是我。看来是王倩倩那个贱人。怎么办？老夫人好不容易有承认我的迹象，我要失手，定会被王倩倩那个贱人趁机安上怠慢的罪名。那今日这风头，岂不是都给那个贱人了？夫人，何事？王姨娘小产，侯爷请夫人前去对质。难怪王倩倩毒哑我，是想趁机让我吃了这个哑巴亏，好拉我下马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没了这侯夫人的位置。
姐的意思是，让我替你去。我说完了，你和你弟弟也别想好过。嫡姐放心，你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我一定不会让嫡姐出事的。听闻老夫人他们都在屋里，这就是一个鸿门宴。姑娘，可想好对策了？我暂时并无对策，只是好不容易等到王姨娘和楚花鹬蚌相争，两败俱伤的机会。这个鸿门宴，我只能以身入局，才能夺得握住侯爷心的机会。姑娘和我说这些，就不怕我告诉夫人？翠果姑娘，你不会，因为我们的敌人是一样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知道你清楚的。如果那日在地牢，你偷留伤药给我只是出于怜悯的话，那利用早豆将我从体罚中解救出来，那就不是怜悯的范畴了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头上的发簪是楚花当年贴身婢女海棠的吧？在楚府，我与海棠要好，她的东西我自然熟悉，可我不曾听海棠说过她有一个妹妹。你又为何一直带着她的遗物？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。因为我是海棠姐姐娘亲瞧来的孩子，海棠姐姐一直尽心竭力伺候楚花，就是为了能让我平安长大。可楚花却因为我姐姐打碎了她一个镯子，就没人将她活活打死。后来楚花要嫁入侯府，黄香芝唯恐她名声不好，为了灭口，她派人火烧我家房子。我养母为了救我，也被她活活烧死了。在楚府，下人的命比草芥。所以我隐姓埋名，潜伏在那个恶魔身边，就是为了等一个能手刃他的机会，为我姐姐和我娘报仇。原来如此，光等天上可不会掉机会的，唯有主动出击，方有一搏的可能。我知道，可我没有读过书，又只会医理。但姐姐你不一样，你聪明，你还是我姐姐的好朋友，我相信你，我也需要你。所以，秦姐姐，我能不能求求你，求你帮我报仇？快起来！我们早就在一起抗敌了，不是吗？你刚说你懂药理，或许这次鸿门宴，我们真的能得胜而归。啊！楚氏，你擅动，谋害侯家子嗣，你可知罪？姐姐，你平日里欺辱我也就罢了，我知道我家世样貌处处不如你，我早就无意和你争宠了，只想和我腹中的孩子相依为命。你为何连这点小心愿都不愿意满足我？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孩子？老夫人，侯爷，刚才傅姨临走时说，傅姨说，王姨娘死去的胎儿是男胎，着实可惜了呀。我的儿啊，侯爷，你要为妾身做主啊！侯府历来子嗣单薄，我与老侯爷更是成婚数十载，方有了生儿。现在3年无所出的正妻，竟因擅妒杀了侯府子嗣，此事若传出去，我侯府的颜面何在？楚花，我就不信你这回如何逃脱，你就等着被休吧。楚氏，你为何不语？你脸怎么了？侯爷，老夫人，妾身今日确实是将王姨娘叫到了池塘边，原是为了她假孕争宠的事，本想去劝她一番，可没想到王姨娘却怕事情败露，竟做出了投湖栽赃这一蠢事，无
我本想救他，却反被他所伤，至此让侯府蒙羞，让王姨娘钻了空子，皆因妾身心软所致，求侯爷责罚。你胡说！侯爷，你别听这个主母胡说，明明是他害得我流产的，他倒打一耙。是啊，侯夫人，你就算是编瞎话，你也不能胡言乱语啊！王姨娘怀孕，那是侯爷特意找来太医亲自诊断的，你总不能说太医在信口胡说吧？无药可救，王姨娘，我请问你，你真的是今日落水才小产的吗？你敢再请太医把脉吗？府医刚把了脉，岂能有错吗？我在问我府中妾室，董嬷嬷为何急于回答？莫不是你与府医有所勾结？没有，奴婢只是替王姨娘鸣不平而已。侯爷，你说说话呀！如此胡乱攀咬，你要为奴家做主啊！这次我赌你会对我有所不同。夫人如此在奴家伤口上撒盐，还冤枉奴家，奴家不活了！哎，姨娘不可啊，姨娘！你不是说那个药让他说不出话来吗？他怎么一点事儿没有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从没出过错啊，难不成他有解药？够了，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？此事关乎我侯府颜面，花儿，你既说妾儿是假孕，你得拿出实际证据，否则本侯也保不了你。拿上来。这是什么？回侯爷，这是竹柳阁的月事带。拿如此污秽之物来这里，侯夫人想说明什么？我料想到王姨娘会将事情做得滴水不漏，但百密必有一疏，而这个证据还是王姨娘身边的丫鬟亲自做的。众所周知，怀孕之人是5月氏的，而能用白蚕丝月事带的，在侯府除了我，便只有竹柳阁的王姨娘了。而这个证据，巧了，还正好是碧莲亲手送到我手里。这是姨娘房中的，洗不干净，仔细你的皮子！贱人，你出卖我！我没有姨娘，我只是那天听闻主母院有奴才，自愿负责江西整个府中衣物，这才一时偷懒，将你的贴身衣物送了去。我没想到会被发现呀，我错了，姨娘，求姨娘饶命！王姨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侯爷，妾身……你敢拿侯府的子嗣开玩笑？不是这样的，侯爷，孩子我没保住，小产我实在太害怕了，都是董嬷嬷叫我这么做的。只要拉主母下水，我又能自保，便不会有事。你个贱人，你竟敢冤枉我！侯爷，不是这样的，老奴从来没有教过他呀。是不是？不是你说了算。将王姨娘、董嬷嬷还有军医都给我带入官府。是。侯爷饶命！侯爷饶命啊！饶命！花儿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若不是侯爷一开始的信任，妾身已难以做到自证清白。谢谢侯爷。生儿竟然将这镯子也给了你，这是我娘给我的陪嫁之物。生儿给了你，说明生儿认可你，确实是个好孩子。侯府交给你，老身我也是放心了。竟是如此贵重，对不起老夫人，今日出了点事，搅了您的寿宴。无妨，你也算是为宁家除害了。但是儿媳其实给你准备了一个寿礼。老夫人，我怀孕了。真的？花儿，你真的怀孕了？韩太医，有劳了。哪里？恭喜侯爷，夫人确定是有喜了。从脉象上看，应该是个小少爷。什么？好啊！我
我宁府终于有后了。侯爷没有信错人吧？为父的大功臣，没有信错人。花儿，这里有世间最好的铺面，就当是母亲给你的零花钱。老夫人，这我不能要。还叫什么老夫人啊？叫母亲。是，母亲，这实在太贵重了，儿媳受之有愧。既然是娘给你的，你就收下吧。谢谢母亲。好，好。贱人！你居然敢打我！怎么，打你还需要看日子？你不过是我脚下的一条狗，是我的替身。你真当自己是侯夫人了？dro子还我！好啊。姐姐，你以为你这嗓子的药只是单纯的药吗？姐姐，你没发现你日渐风雨吗？你是故意的。你才反应过来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现在我才是侯夫人，而你只是我的替身。青楼娼妓生的贱人，果然和你娘一样犯贱。我要把你弟弟卖到南风馆，让他被千人骑，万人叹。不准你骂我娘，不准你动我弟弟。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能力动我吗？醒醒！你现在已经没有资格再威胁我了。我像狗一样在你身边委曲求全这么多年，为的就是今天为我娘报仇。来人啊！来人啊！愣着做什么？把他给我擒住，绑到暗室去。我要去叫我娘，让我娘狠狠地修理修理你。是。你做什么？你们是一伙的！要做什么？秦姐姐，下一步我们怎么做？下一步自是如他所愿，将我们的好姨母请来，辨辨真假。听下人说，侯夫人怀孕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自是楚晴怀孕了。好啊，这小贱人总算是有点用处，不像是她那个娼妓的娘。娘，远途来也渴了吧？先喝口茶吧。那小贱人去哪儿了？她啊，仗着自己怀了孕，想取代我的位置。我趁她不备，给打晕了，关暗室了。暗室会不会不安全啊？要不还是我带回去吧。不用，万一侯爷突然回来，还得用它。娘，你想不想去看看那个欠收拾的狗啊？好啊，他敢弑主，待会儿非好好给他松松皮子，也让他弟弟一起连坐。小贱人，把我的衣服都弄脏了。花儿，你可得小心一点，万一她流产了，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。你放心吧，她命硬得很，肚子里那贱种和她一样硬。你说的也是，那咱们赶紧走吧，她这又拉屎拉尿的，难闻死了。
贱人生下孩子，娘就帮你把他们姐弟俩都给杀了，以除后患。哼，我等不了那么久。娘，你回去就联系人牙子，把他弟弟给我卖到南方馆去。这个贱人敢气我，我现在就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。就得让这小贱蹄子知道疼才行。娘这就会去安排。昨日侯爷折腾的久了，我也乏了，我就不送您了。娘请自便。哎，这丫头，夫人，你让我们盯着人牙子，我们果然找到小公子了。真的吗？姨母他们怕我找到我弟弟，把他给藏起来了，终还是被我找到了。他在哪儿？快带我去！不过夫人，怎么了？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找到小公子的时候，他有些神志不清了。什么？小心，阿姐终于找到你了，你受苦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欺负咱们了，你再也不用害怕了，弟弟。翠果，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夫人，你别太担心了，我刚给他把过脉了，他脉象没什么问题，而且郎中不是说了吗？他就受虐待太久了，才会神志不清的。况且他年纪小，肯定能恢复的，你不要太忧心了。楚国，王相之，我一定也要让你们尝尝失去至亲滋味。侯爷，最近门房发现夫人经常去北市集的铺子。那是娘给她的铺面，她去的勤也正常。但是听说夫人经常带一些成年男性的衣物过去，而且说，刚刚成衣铺的老板去结银子，发现夫人定制的是2种衣服，并且相差1寸。那日寿宴，画儿也表现出了与之前不同的冷静和睿智。难道他真的有事瞒我？侯爷，要不要属下去查一下？查，你亲自去查，千万不要惊动画儿。明白，属下这就去。画儿，只要你不触犯我的底线，我给你的自由还不够吗？夫人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的，出了什么事？刚才伢子告诉我，有人半路打晕了他，将楚信给带走了。谁做的？不知道，刚才他脸什么都没看到。一帮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住，还不赶紧去备车，去侯府！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呀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那个小杂种，不然以后我们拿什么控制住楚晴这个小贱人呢？娘，他弟弟不见了，也许他姐姐才是幕后指使的人呢。他有那能耐？说的也有道理。娘，他才是那个贱人，我是花儿。娘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花儿。娘，他说我是楚晴。个贱人！姨母，醒了，睡得可好？你好啊，果然是你在骗我。是你自己蠢，连自己亲生女儿都分不出来。我劝你赶紧把我们母女放了，你要是被侯爷知道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你说，一个是怀了侯府嫡子，声色俱在，恩宠正浓的我，一个是早被厌弃，天生使女又色衰生雅的他。你说，一向功利的楚大人会选谁呀？你个长计生的贱人，你不就是想报复我们吗？
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胆敢动我一下，我出去必10倍100倍还到你和那贱种弟弟身上。我既然能让你当我女儿的替身，我自然能不费吹灰之力毁了你。你要是食物，就趁早放了我们。姨母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。哼，知道怕了吧？还不赶紧放了我！都说你蠢，为了入局，我连命都不要。我会怕你危险，而且你真的以为你还能活着出去？你个小贱人，敢打我！这一巴掌是打你虐杀我娘，这一巴掌是打你羞辱我幼弟，这一巴掌是打你毁我一生。你个小贱人，你敢打我？你就不怕我告诉侯爷，你冒充我家花儿吗？现在我才是侯夫人，我怀了侯府唯一的嫡子。难道你以为侯府会为了一个又蠢又生不出孩子的楚化为难我？贱人，果然和你娼妓的娘一样，就会勾引姐夫。我娘没有勾引任何人，是你相公强占了我娘，是你纵容在先，拿我娘出气在后，是你。若不是你管不住你的男人，我娘就不会死，我就不会和我弟弟分开，都是你。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你要什么？你放过我，我都给你，都给你。我要你生不如死！我弟弟尚未及冠，他还那么小，现在被你们折磨成痴傻，不能自理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不过你们毕竟用馊饭把我们姐弟俩养大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选择的机会。我呢，只罚一个人，你们俩谁来？你做梦！花儿是我女儿，我不允许你伤害花儿。嗯，那就是你这个母亲要带你受过了。不过姨母啊，你确定不要听完我的惩罚方式再回答我吗？你想做什么？都说了，我是因为把我弟弟折磨成痴傻，这口气咽不下，那自然以牙还牙喽。只要你们其中一个人如我弟弟一般，再不能自理，我这口气就咽下来，就这么痴傻失禁一辈子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小小年纪就这么恶毒，你就不怕你的孩子折寿吗？我恶毒？你们对我做的事情可比这恶毒1000倍万倍，我只是有样学样，你们就受不了了？贱人，我当年就不该留你跟你的贱种弟弟，就该让你和你那残疾的娘你们一起去死。你要再敢侮辱我娘一个字，我保证把你的舌头一寸一寸地剪下来。好啦，快到子时了，是成为活死人的好时辰。你们俩谁来？妹妹，好妹妹，你就放了我吧！我娘说要保护我，她去，让她去。反正她也活不了几年了，她最合适。花儿，你在说什么？娘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对你鞍前马后，你就这么回报娘的？娘，你放心，就算成了活死人，花儿也会照顾您的。更何况您年岁大了，也命不久矣，痛苦不了多久了。娘，既然您疼我，您肯定也不想让我死，让我受折磨，对不对？你个白眼狼，太让我寒心了！我真是白疼你了。你打我，只是让你去做活死人而已。你竟然动手打我，你不是我娘吗？难道你不该保护我吗？我打死你个白眼狼！行了，我烦了。
你们赶紧做决定。若是5个数之内做不出选择的话，我就替你们选。5。楚花，我选楚花。你还需要母家，需要能证明身份的娘，需要我活着。你诞下孩子之后，才能坐稳侯府夫人之位。有理。那没用的，就是你了。4。我没用吗？我能做什么？做什么？3。我能做什么？快想快想！做什么？妹妹，娘死了，我替你把她勒死了。她死了，你是不是可以把我放了？我有说过要放你吗？我的好姐姐，这辈子你就在这抱着你娘的尸体发烂发臭吧。夫人，他们竟然真的自相残杀了。禽兽之人必行禽兽之事。是。翠果，你这是？谢夫人，帮奴婢报了仇。我做这些也是为我自己报仇。现在大仇已经得报。翠果，你一会儿收拾行李，赶紧离开吧。我有预感，要变天了。我不走。夫人帮我报了仇，我的命就是夫人的。再大的风雨，我都要陪你一起闯。求夫人不要赶奴婢走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侯爷，您来了。你刚才去做什么了？有个下人不服管教，我给吓唬了一番，见有了效果，我就回来了。哦，是吗？楚晴，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你叫什么？是，我是楚晴，楚花同父异母的妹妹。这几个月，到底什么时候是你，什么时候是楚花？侯爷如此聪慧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本侯现在是在问你。主动吻你的是我，跳舞诱你的是我，说烦你的也是我，甚至会……够了！你和楚花联手戏耍本侯，你们楚家究竟寓意何为？戏耍你的是楚花，不是我。我从来都只有被迫接受的份。哦不，我是主动了一次，那就是以身为饵，报血海深仇。什么意思？楚家因为楚花不能生，所以将主意打到了我的肚子上。他们用我弟弟的命做威胁，让我听话，替楚花承宠受孕，然后待我诞下孩子，便送我和我弟弟上路，抹除所有的罪证。那时候，楚花不仅将母凭子贵，坐稳侯夫人之位，楚家更会私下利用权势，让我的孩子成为侯府唯一的继承人。这是你真实样子吗？你就不怕事情败露，本侯亲手杀了你吗？怕，但我更怕踏错一步，不能为我那被楚家虐死的娘报仇。你为何从不曾向我求助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？侯爷，你爱的人真的是我吗？你能分清让你爱不释手的人到底是我还是楚花，亦或是这具身体？放肆！哼！至于楚家上下算计侯府，罪大恶极，全部押入刑部，听候发落。是。至于你，
侯爷，我任凭发落，只求放翠果一条生路。你自己都自身难保，拿什么和我谈条件？妾身自是还有最后一张底牌。妾身自是还有最后一张底牌。小小年纪，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念就如此深的城府？若是您亲眼看到至亲之人死在您眼前，仅剩相依为命之人，又危在旦夕，自己又朝不保夕，我想给您翻身的机会，您做的定会比我狠辣数倍。亮出你的底牌吧。侯府子嗣单薄，我会为侯府诞下这个孩子，待孩子诞下之日，我愿意自枪谢罪。这就是我的底牌，换翠果一条生路。你弟弟现在应该认不出你了吧？你就忍心他一个人？果真什么都瞒不住侯爷。我用老夫人送我的铺子挣了些银子，这些钱够我弟弟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。而且照目前的估算，铺子的盈利起码翻5倍。这5倍的利钱，就算是报答了夫人对我的疼爱之恩。你把我和我的娘都算计进去了，你就这么笃定，我一定会吃下你这张牌？夫人，求您别喝，我们再去求求侯爷，侯爷他一定会心软，他一定会心软，不让你喝这个毒酒的。是我算错了，我以为他会像父亲一样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他会愿意给我个喘息的机会。没想到他会如此恨我，恨到为杀我，连孩子也不要。他也确实该恨我，我都那么耍他了。对不起，夫人，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是我，你乖，别哭了。我此生已经再无遗憾了。明天的太阳，你替姐姐看看吧。宁郎，最后一支舞，我真心为你而跳。侯爷，您明明就是舍不得，为何还要给夫人毒酒啊？谁说我舍不得？那是他咎由自取。是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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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侯爷新娶的这位夫人啊，是带着孩子的二豆花。听说这位夫人和先夫人长相相似，估计是这个原因吧。姐姐，你醒了？我没死，小心！你病好了，认得我了。是侯爷找太医救了我，我才苏醒的。侯爷，嗯。侯医说：“谢谢你还愿意为他生下孩子，这是太医新开的安胎药。侯爷叮嘱，希望张琴姑娘赚钱之余多注意身体。”侯爷为了让我得到真正的自由，替我收拾了楚家残局，给了我新的身份，一个人背负了全部的压力。新郎到，新郎跨安，福禄平安。一撒年里永结，二撒花开并蒂，
三洒，早生贵子，新郎新娘到。贱人，你害我成为家族笑柄，被送到烟花柳巷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带走！不要送我回去！侯爷，你怎么样了？侯爷，走，跟我回去，得赶紧止血。老夫人教给侯爷的法子果然管用，夫人真的心软了。只不过这法子，有点费侯爷。晴儿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夫君了，我不会再让人欺负你，我护你周全。